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小关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不知道今年的五一小长假你们都是怎么过的呢？是在家躺着过，还是出门游玩呢？其实现在有很多宅男宅女都不太喜欢出门，特别是像五一这种小长假，他们可以宅在家5天都不出门。但是中医提醒，宅家躺着过是万万不行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接下来就听小关娓娓道来。感兴趣的观友们赶紧点点订阅和小铃铛关注起来吧。中医曾把劳累分为5劳，包含身体和心理2个方面。身体上的5劳为久视、久行、久立、久坐及久卧，并且提出久视伤血，久卧伤气，久坐伤肉，久立伤骨，久行伤筋。久视伤血是因为肝开窍于目，同时肝主藏血，双目注视，依赖肝血濡养。久行伤筋是指长时间行走、跑步可导致筋筋损伤，由于膝为筋之府，久行可以表现为腰膝酸痛等。久立伤骨是指站久了会损伤骨骼，这在一些老年人中可能更加明显。老年人容易发生骨质疏松，又应注意避免久立。说起久坐伤肉，这里说的肉是由于脾主肌肉，也是指久坐伤脾的意思。久坐缺乏运动，消化功能下降，可以累及脾胃，临床可以表现为胃口欠佳、乏力消瘦、大便难解、后便溏等。久卧伤气，顾名思义就是躺久了也不行，反而更加耗气。很多小伙伴在假期睡个天昏地暗，却感觉更累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而中医学心理5劳则复杂一些。三阴集一病症方论提到，5劳者皆用一失为过伤5脏，使5神不宁而为病，故曰5劳。心理5劳与中医脏象思维中与5脏对应的魂、神、意、魄、志、怒、喜、思、忧、恐关系密切，可表现为情绪异常，伴对应脏腑的相应症状。所以小伙伴要特别注意了。你以为假期宅在家是在休息，其实一不小心身体和心理的5劳都会找上门哦。如果你不想过分劳累的话，就要听从中医的建议，趁着假期适当出门游玩。那么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小关也想分享一些旅行小贴士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说说出行需要带点什么。1. 药品，比如每天都要吃的药、硝酸甘油等急救药、便携式的外伤消毒用品、防晕车药、防蚊虫药。如果目的地不方便购药，那么感冒腹泻消炎药、抗过敏药也都带点儿。但是要注意，抗过敏药最好不要与晕车药同服。2. 衣物，地区气候多变，昼夜温差也大，所以要注意及时添减衣物。舒适的衣物、鞋袜要多带一套，以备不时之需。3. 零食，旅游时运动量变大，体力消耗也会变大，带上一些可以补充能量的小零食，比如独立包装的小蛋糕和牛肉干、牛奶之类的。有条件的话，最好带个保温杯，随时随地都能喝上一杯热水。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很多人都会出现的晕车。如果外出坐长途车，要适度的打开车窗，以保持车内空气新鲜，这样人就不会出现头痛、头晕等不适感。乘车时不要总是坐着不动，应常变换坐姿，可以抬高下肢坐一会儿，也可用手从上往下进行下肢按摩，帮助血液回流，以预防旅行者水肿。对于晕车的人，在开车前半小时就应服用晕车药。在乘车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头部活动，可将头靠在座椅背上，闭目养神，
避免看窗外移动的景物。一旦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全身冷汗、面色苍白等症状时，应仰卧，用冷毛巾敷前额。另外，在坐车之前按压中冲穴、内关穴、足三里、太溪穴，也可以帮助预防晕车。然后我们要讲到旅行中的大问题，吃。不要想当然地选一些口味奇特但有当地特色的馆子。如果是带老年人出游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出门在外，对熟悉的东西更有强烈的需求感。所以在境内带老人旅游的话，吃饭的最佳方案是实惠的家常菜，加1-2个当地特色菜，还要避免吃生冷的食品，以免引起消化不良和感染一些传染病。另外，也要少吃辛辣、刺激和不易消化的食物，如海鲜、野生食物等，以免诱发荨麻疹等过敏反应。那么万一在旅游途中真的出现了腹泻怎么办？1. 暂停活动。2. 调整饮食，适当减少各种荤菜，如肉类、禽类、鱼类、牛奶、含奶酪和黄油加工制品、蔬菜、水果等食物。暂停进食粗杂粮等不消化食物，暂停从未吃过的食物，禁止饮用生水、冷水，包括冷的矿泉水，可进食不加任何配料米饭、馒头、面包等。3. 补充水分。当然了，外治法也有疗效，就是按摩至阳穴。至阳穴位于第7胸椎突下凹陷中，正坐低头，与两肩胛骨下缘连线中点曲穴。按揉穴位一般应旋转型圆圈状按揉，用力以能耐受为度。按压时用力要垂直朝向腹部，并嘱咐病人行缓慢而深长的腹式呼吸，以活动胃部，提高疗效。本穴功可调理阴阳，通利上中二焦之气机，即可治胸部心肺疾患，又可治中焦肝胆脾胃病，具有很好的止痛、止吐、止泻的作用，对急性胃肠炎、胃痛、腹痛、心绞痛、胆道蛔虫症都有效果。吃方面安排好了，防晒措施同样也不能少，因为这种天气旅游真的很容易晒伤。日晒伤是指人在日光下暴露过长时间后导致皮肤受损，并且紫外线可穿过云层，因此阴天也有发生日晒伤的可能。晒伤症状表现为发红，通常在日照后3到5小时出现红斑，12到24小时达到高峰，红斑通常在3到7日内消退，水泡在7到10日内愈合且无斑痕形成。照射后4到7日可观察到鳞屑、皮肤脱屑和晒黑，还可出现触痛、压痛、刺痛等。严重日晒伤可出现水泡、剧痛、肿胀、发热等症状。重症病例可出现头痛、发热、恶心、呕吐等全身症状。如果是轻度至重度日晒伤，一般1周后可自行缓解，只需对症治疗。晒伤的部位可冷敷或湿敷，可选用硼酸洗剂、炉甘石洗剂或者芦荟凝胶等，以缓解疼痛和不适感。晒伤的皮肤应避免再次暴露在强烈阳光或紫外线下，不要使用过于浓稠的护肤品。脱皮期避免自行撕开死皮，如果感到疼痛，可在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后使用布洛芬等消炎镇痛药。如果出现广泛起泡、剧烈疼痛或发热、头痛、呕吐和脱水等全身症状的患者，必须及时就医。所以，为了避免晒伤，我们要提前做好预防。夏日日光强烈时，外出穿戴防护衣帽，注意寻阴凉处。户外活动前15到30分钟，涂抹防晒系数30或更高的防晒霜，每2个小时再涂一次。即便是防水或超强防水型的防晒霜，游泳或出汗后都需重新涂抹。另外，易发日晒伤是皮肤癌遗传易感性的标志，
并且与各年龄段黑素瘤风险增加有关。防晒不是娇气，无论男女，只要是易发日晒伤的人群，都要重视防晒。出门在外，除了防晒，还要防止由于疲劳、环境变化等原因而发生机体损伤。1. 股骨胫骨折，尤其易发生于老年人身上，若受损伤就不应继续负重，需马上去医院拍片检查。2. 手腕骨折，都是在绊倒、滑倒时本能的用手掌撑地所致。伤后病人会感觉受伤的手腕剧烈疼痛，有的可以感到碎骨片在移动。受伤后要就近找到一块平整的板子或书，将手腕托住，避免手腕的反复摆动，不要自行按摩和反复进行练习活动，应尽快由医生将骨折复位后进行固定。3. 踝关节韧带损伤和踝关节骨折，这种损伤常常是在跑动和下山时发生，伤后即使能行走，也应避免负重。有条件的话，可立即敷以冰块，以减少出血及肿胀，切忌按摩及热敷，应尽快去医院就医，进行固定或手术治疗。经常出外旅行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，出去玩的是很尽兴，可是一回来浑身就跟散了架似的，几天甚至1个多星期都缓不过来。如果在旅途中注意放松，回来后恢复恐怕就没这么难了。水浴是最简单易行的消除疲劳的方法，还可以在出发前准备一壶清茶，适当加些盐。好了，旅游小贴士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宅友们可以提前收藏此视频，以备不时之需哟。喜欢小关的话，记得点点订阅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